当然，此事也不能怪木工，李长寿能做出的应对也不多，只是传声道一句得罪，将师傅敲晕，随手拿出一只兽皮灵宝袋，将齐元老道装入袋子，收入袖中。东木工闷哼一声，双目震颤，浑身竟然闪耀起了黑光，护体仙光片刻都未能坚持，已是在那水波之中直接溃败。木工！指导人1号低喝一声，连忙向前扶住了东木工的胳膊，但是滋滋的声响，指导人手掌竟然被黑光侵蚀，露出了白色的纸面，伤口宛若烧焦了一般。李长寿摸出几颗每个金仙境指导人都会配备的解毒丹，塞入已经开始意识不清的东木工口中，助他对抗剧毒的侵袭。从木工的修为就可以判断得出来，这位名义上的天庭2把手平日里是真的在忙于天庭事务啊。与此同时，他通过外部3号指导人的双眼观察着这一团漆黑之地。刚才被毒杀的天兵下落了10多丈身躯，就悬浮在了空中，显然是遇到了阻碍。有解毒丹相助，木工勉强振作起精神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儿。李长寿的这2具指导人却直接被烧伤了，并未被这剧毒所影响，此刻双眼瞪得颇圆。哼，纸人！一声不辨男女、有些幽冷的嗓音在这片黑暗之中传来。没想到水神竟然还有化身在此处，今日当真是有意外之喜。水神！东木工有些错愕地看着身旁这2名中年天将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低头看了眼2只此时已经溃烂的纸人手掌。这就是指导人最大的弊端了，护体仙力被破之后，那就真的是命薄如纸啊。根据指导人的表现，李长寿也能够判断得出，对方用的毒并非是直接针对元神。师傅已经被安全且粗鲁地保护了起来，2只指导人化作了天将，一左一右站在木工身侧，酝酿着接下来的攻势。周遭潜伏着百般凶险，对方尚未真正现身，反而给了己方巨大的压力。为了拖延时间，李长寿也拿出了一点小底牌。2只指导人气息勾连，表情完全一致。对方明显是有了迟疑，体内2颗金丹轻轻颤鸣。李长寿这2具指导人主动散出威压，表情无比淡定。现在必须要拖时间。就在对方刚发难时，李长寿的本体已经是拖家带口的，带着一直还没有还回去的塔爷和乾坤尺，朝着此地急赶。被伏击之地就在东胜神州的边缘，距离渡仙门并不算太远。凭李长寿的盾法，仅需要2只金仙境指导人拖延片刻就可。忽然听得震天的虎吼声，周遭乾坤轻颤，李长寿与东木工的头顶脚下有巨物在急速逼近，那似是一口巨大的虎嘴。此时周遭再凶险也不可以坐以待毙。李长寿的2只指导人金光大作，仙力似要对正前方涌动。在黑暗之中，有一道修长的身影一闪而过，立刻后退，显然是不想应接李长寿这一招猛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李长寿一声低喝，一转攻势，左右同时拉住未战已重伤的东木工，身影化作一团金光，随便选了一个方向激射而去。此时不逃更待何时？但李长寿刚遁出数十丈，就觉前方乾坤被封锁，金光被挡下了一瞬。就是这要命的一瞬，李长寿手无灵宝，无法冲出去，又想要催起乾坤遁术，但是道运未能展开，上下那2块巨大的阴影直接闭合，将他们罩在其中。乾坤彻底封锁，李长寿与自己2具指导人的联系几乎被完全隔断。李长寿透过3号指导人远远可见，一头体长数百丈的双翅3头白虎，左侧那颗脑袋将他的2具指导人东木工外加袋子里的师傅一口吞没。苍莽暴虐的威压自这头双翅3头白虎身周扩散开来，这头白虎就宛若是这片天地的王者，
右侧那颗虎头仰头发出一声虎啸，肃杀万里。针入了虎口。正此时，那一缕银白亮光再现。李长寿这具尾随师傅的指道人本身就只有相当于天仙境后期的实力，此刻让这一具指道人面对那把银梭，李长寿也并未做顺利逃脱的妄想，反而是趁着银梭袭来的瞬间，身形全力施展遁法后退，给自己争取了说一句话的时机。若伤他人，灭尔90孙！噗的一声轻响，这指道人直接被银梭戳破，与李长寿的心神断了关联。师父！大地之中，李长寿的本体宛若一团流沙，正在急速穿梭。李长寿的心神与那2具金仙境指道人此刻依然保持着微弱的感应。他能听到木工毒性发作之后痛苦的轻哼，能感受到自己师父在那袋子之中轻微的活动。此时他们所在的方位在西北，且距离在不断的缩近，但是那头双翅3头白虎的修为境界颇为高深，此刻全力飞遁，李长寿也无法立刻赶上。手中握着的乾坤尺发出阵阵爆鸣，土遁与乾坤遁法交替施展，在大地之中疯狂追赶。双目之中一缕缕水蓝色的亮光绽放，这群妖族今日要对付的就是东木公，天庭之中定有叛徒，将木工的行踪暴露了出来。此刻大劫劫运降临，推算之法失效，若非是叛徒通风报信，可是天庭如此庞大，每一个天兵都可做这些事。李长寿此刻已经是明白了，今日之事缘起何处。就如几年前天庭出现了谣言一般，妖族将天庭的突破点当作了木工。木工是2阶正神，号南仙之首，被立在这个位置时就已经是当做了天庭2把手。妖族若胁迫了木工，逼天庭低头，天庭就会陷入两难之地。无论是不顾木工全力出兵，顾及木工答应妖族的条件，都会趁了妖族的心意。木工若被当做了对方的筹码，天庭威严荡然无存，天庭不出兵也要出兵。但是此时从天庭调兵明显无用，且不说天庭兵马大多修为不过真仙，面对这般大妖，对方一口就是数万的天兵天将，从天庭、龙宫等地调动兵马过来，时间上根本来不及，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救回师父和木工。求助旁人。李长寿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法师，但大法师此刻根本就不在五步舟。赵公明、云霄仙子，劫运就在头顶，我当真要让他们闯入劫运，沾染或许能够避开的大劫因果吗？追上去，只要能追上去，我自己就能救出师父和木工。遁法全开。李长寿浑身闪烁着水蓝色光芒，仙力疯狂地涌出，一条条地脉被扔在身后。妖、路牙、西方教。冷静，此刻必须保持冷静。师父被卷入东木宫之事纯属意外，对方要用东木宫做筹码，定不会直接打杀木工。同理，师父暂时也是安全的。李长寿忍住想骂人的冲动，抬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，让自己强行的冷静下来，不断的思索营救之法。此时虽然着急，但却依然不忘伪装自身，简单化作了常用的小法师模样。小琼峰地下密室中，李长寿的一具指道人跪在圣人画像前，但圣人画像毫无反应。圣人老爷的意思是木工要入此劫。李长寿自是不会忘掉，东木工命中注定有个死劫，不然哪来今后的纯阳剑仙吕洞宾？但是木工之劫与封神大劫撞上，还将自己师父也拉入了劫难中。师父他不过是一个靠着蟠桃才抵达真仙境，真实实力惨不忍睹的拙仙呐。
剩下的寿元能够好好享受就不错了，为何还要承受师父这般卓仙不能承受的？今日出手的妖族大能，哪怕吹一口气，师父都能够尸骨无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营救难度异常庞大。黑池峰得到传声的白泽立刻施展神通，化作一团黑光，冲出黑池峰大阵，也冲出了渡仙门护山大阵，追向李长寿给的方位。白泽的遁法神通也颇为有限，虽然用本体飞起来较为优美，但好看的成分居多，速度有点差强人意。另外一边，李长寿在大地中冲出了不知多远，他的心神忽的一震，已是在地下抢冲到了自己的2具指道人之前。李长寿目中神光一凝，身影自地下冲出，手中乾坤尺闪烁光亮，唰的一下消失于地表，冲入了漫天浓雾。这里是北周瘴气云。这一路追赶，竟不知不觉已经冲到了北距泸州腹地。让李长寿心底一沉的是，此前他全力催动遁法，仙石无法延展太远，此刻仙石扩展开来，竟然察觉到了10多股威压在这云中各处盘踞，远远近近，离着此地千里到万里不等。很明显，他这一次撞到了妖族大能的老窝中。但是此时绝不能犹豫，木工与师傅的性命就在那头妖虎的口中。李长寿身影急速闪过，迎向了前方浓浓的灰绿色云雾中那越发厚重的庞大阴影。急啸声，爆鸣声，乾坤震荡，云雾崩散。先是一声阴冷的冷哼声，又是强光爆发，转作漆黑囚笼，虎啸声震天而起。一团团炸开的云雾被狂风卷去高空，电光火石间，在那体型庞大的3头2翅妖虎身侧，2道身影极快的交手，留下了道道残影。那头妖虎左侧头颅紧闭，2颗头颅喷出了漫天的冰蓝色火焰，4只虎目中展出了道道金光，却追赶不上李长寿那不停闪烁的身影。斗法斗法斗法，乾坤尺操控乾坤，遁法发挥到极致，心神调运归于本体，全力推算救人的最稳妥手段。在周遭那些妖族大能赶来之前，将眼前这个蝎子精、灵宝梭子之主以及这一头3头妖虎击溃，救出师傅和木工。师傅他……人影交错，乾坤尺动荡之间，李长寿的心底忽然一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道心不断轻颤，李长寿身形不停，却主动在妖虎侧旁急退数10丈。乾坤尺轻轻晃动，身形接连闪烁，将那戴着纯白面甲分不出男女的蝎子精远远甩开。李长寿俯冲前行，掌心雷光绽放，漫天雷幕从4面8方砸向那头妖虎。妖虎双翅涌出道道血芒，将自身包裹在血光中，抵挡雷霆。雷遁，李长寿遁入雷光之中，提着乾坤尺再次冲向这一头体型庞大的虎妖，但道心之中却陷入了巨大的困惑。我怎么就上头了？师父必须救，但我独自前来北周，并不是最稳妥最高明的选项。此时如此激烈斗法，反而更容易将师父置于险地。若平时的我冒出的念头，哪怕不是转移注意力对妖族施压，也应该找几位高手同行。赵大爷与云霄仙子本就在这场大劫的应劫名单上，我不想让他们出手。那也可以找黄龙真人、太乙真人、玉鼎真人这种原本大劫之中没有出世的高手，大不了就是许以重力，以人教圣人弟子的身份去请他们出手，他们又如何会拒绝？为何我冒出请人帮忙这个念头时，会因赵大爷和云霄仙子掐断了这个思路？有问题，有问题！商部落崛起，劫运突然降临，
师父的突然外出，我在阻拦师父时，心底突然泛起的不以为然和自满。当时我心底的想法，竟是就是去天庭而已。我这是到底怎么了？遁在雷光中，乾坤尺不断前攻，后方那头上古老蝎子的攻势完全被李长寿用遁法甩在身后。激烈的斗法中，李长寿在思索，在反思，在找寻着自己异常的来源。但是不管如何反思，他此时已经是一时上头追到了此处，即将陷入上古妖族大能的围攻中，这是无法更改的局面。我似乎被什么影响到了。此时道躯元神在与妖族大能斗法，但是心神的最深处却在跟某种未知的存在博弈。李长寿的警惕性拉到了最高点。女娲圣人那略有些不以为然的嗓音似乎还在他的心底盘旋。那人已成了天道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天道，劫运，浪前辈。蓦然间，李长寿想到了云霄仙子，这算是他比较了解的。她温柔如水，温婉可人，对圣人充满了敬畏。可大劫时他还是下场，与两个妹妹一同对圣人出手了。天地生灵皆在天道之中，大道50，天眼49，截教教育便是截取一线生机。一线生机。